我让下人做了一碗安神的汤，你多少喝一点啊。人抓到了吗？不过夫人放心，城门已设卡，禁军也在全城搜捕，他们已是瓮中之鳖，插翅难逃。七侠岭，云真面。夫人，是不是还在想杨家罪女今天在公堂上说的那句话呀？当年，我父母在洛溪被杀，我的腿也在那里摔断，从此便成为了我心中之痛。这些年来，我和晶儿都是用小溪中的七侠岭代称。此事我从未与任何人说过，若不是晶儿所说，那杨采薇如何得知？我想啊，一定是潘越偶然在晶儿那儿知道了七侠岭一事，为了救这个杨采薇，借此编造故事。他们二人狼狈为奸，沆瀣一气。我看呀，这晶儿的死与潘越也脱不了干系。夫人放心，等我抓到他们两个，一定让他们替晶儿偿命。没想到潘越会铤而走险，当堂就公开了养女的身份。这次让她逃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受困犹斗，擒困缚车，倒是之前我小看他了。两个杀人逃犯，谅他们也翻不出什么风浪。卓兰江今天在现场，可有什么异常？这我倒没发现什么。您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最好。在我出任大司马之前，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。给禁军统领递个话，遇上潘越和那个杨家孤女，不用抓，无需审，就地斩杀。是。给。看你这气色，好像比之前好很多了。等把小生抓的药喝完，我怕都要胖一圈。说起来，好像一早啥都没见到小生了。他回小院了，说是怕阿江回来看不到他。哦，小生他平时嘻嘻哈哈，没心没肺的，他这个样子，我还真没见过。哎，对了，那日我在廷尉府，好像看到卓兰江了。真的吗？但是情况紧急，没来得及跟他说上话。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找到他，这迟一分，我就怕多一分危险。是啊。小姐，大人，青姑娘来了。潘大人，你们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刚离开京城不久，就知道你们出了事情。我想必定是幕后黑手所为，所以我们半途折返，看看能帮上你们什么。我们本来打算先在这里落脚，再打听你们的消息，没想到在巷子口看到阿泽守着，才知道你们也在这里。外面到处都是追兵，往外逃，不如往里躲。我应该叫你杨姑娘吧？啊，之前隐瞒身份实属迫不得已，还请青姑娘见谅。当年云长的一封告密信，将杨大人卷了进去，连累你家破人亡，飘零多年。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，也算是替云长弥补一些亏欠。多谢。有没有见过这一男一女？没有。那今日在附近有没有出现可疑之人？哦，今天早上有个姑娘，看着挺水灵的。以前啊，在这片咱没见过。她买了好多包子，
我看他进了前面的柳街三巷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包子，公子，禁军缩到附近了。潘大人、杨姑娘，你们从后门先走。那你们呢？放心，我自有办法应付。快走。小心。走。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凭什么私闯民宅？奉旨捉拿逃犯。逃犯？这里就你们2人住？是啊，我与妹妹到京城卖艺，昨日刚刚下榻此处。就2个人买这么多包子做什么？昨日有几个孩童上门行乞，我见他们可怜，今日就叫妹妹多买了些吃的给他们。怎么，如今行善事还犯法吗？报，大人没有。报，大人没有。走。没事。走。好吧，下一个。走。闪开！闪开！你们跟我来。走。此处无人搜捕，你们躲一会儿再出去。贾全已经给禁卫下了必杀令，你们多加小心。阿娇，你既然愿意帮我们，为什么不肯相认呢？卓兰江，我知道你想替你爹报仇，但贾全这个人心思缜密，手段毒辣，刺杀未必能成功。就算你能侥幸成功，你也难以全身而退。我来京城，就没想过要活。那小生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他？他还在等你，你忍心抛弃他，抛弃我们这些朋友吗？那小生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他？他还在等你。卓兰江，大骗子！今天是我见不到你的16天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。老天爷，你一定要保佑那个大骗子平平安安的，把他完完整整的还给我。潘大人、杨姑娘，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又痛了？也不是，应该是走路走久了，没事儿，就脚踝有点痛。杨姑娘的脚可是之前练云间舞所致？应该是，因为从那之后，感觉好像每次走久了，脚踝都会有点痛。练云间舞就是这样，对脚踝的损伤极大。我当初练到脚踝骨头变形，慢慢的就没有感觉了。你这应该就是皮肉浮肿，休息2日就会好的。所以长时间练云间舞的人，是不是脚踝都会受损？是的，无一例外。可是那4具白骨脚踝都没有异样的。也就是说，那4具尸体里根本就没有云长。我就说嘛，这个左京妃想要灭口，为何要大费周章的模仿天师杀人案？本来在河阳悄无声息死几个女子根本不算什么，所以他效仿陆哀歌，闹得满城风雨，最后还用铜水浇筑尸体，根本不是因为害怕官府追查，而是为了瞒天过海，让所有人都以为
以为云长死了。放我出去！不要杀我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不要杀我！救命！放我出去！救命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与云长情同姐妹，云长心性纯良，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欺瞒我呢？青姑娘，我知道你和云长的情谊，可是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难道云长他真的……当然了，这也只是我们的推测。那个，今天大家都应该累了，要不先休息？走吧，姐姐。这样的真相，会不会太残忍了？只要是真相，他就有知道的权利。对了，你方才是不是有什么话没说？青姑娘曾经说过，云长见他最后一面的时候，提到京城有个爱慕他的男子，而且我当时潜入石罗院的时候，万妈妈也曾经说过。你别看她现在这个样子，10年前她也是石罗院风头正盛的姑娘，因为打了头牌一巴掌，被左院主惩罚，最终落得这个下场。10年前的头牌无疑就是云长，左京飞这样为他撑腰，他跟那个左京飞关系匪浅。如此一来，这一切便都说得通了。贾泉一定十分信任左京飞，所以才会把石罗院这么机密的地方交给他来打理。而云长逃到河阳，左京飞奉命去追杀。一方面他不忍心杀死自己最心爱的女子，另一方面他又不敢背叛贾泉，所以才想了这么一个李代桃僵的计划。我们得找到云长，他可是扳倒贾泉的最有力人证。谁？我。阿江。这个月15，贾泉会在太尉府接印，来大司马。只剩7天了，兵权一旦到手，一切都将无法挽回。阿江，你可知道一个叫左京飞的人？是贾泉的亲信，就在太尉府里。怎么？我们在找一个叫云长的歌妓，他就是当年给我爹告密信的关键人证。左京飞跟他关系匪浅，你可见过？没有。据我所知，左京飞身边并没有亲近的女子。看来他行事十分隐蔽，能把贾泉瞒得毫不知情，只怕找到他没那么容易。不怕，既然已经锁定了左京飞，只要云长还活在世上，那就一定能够找到线索。对了，你们查抄新政书院时说，陈掌院带走了一本账册。是，里面记录的是走私清源的往来账目。陈掌院就藏在贾泉府里，账册一定在贾泉手中。那就是说，只要能够找到账册，那就有证据了。我找机会，在贾泉府里一间一间搜查，肯定会有线索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这些年挨了我一剑，贾泉对我还算信任。潜伏在他身边这么久，总得有点用处吧。阿江，我已经做过决定了，此事不光是为了你们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这件事情我若是没有尽全力，我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，也无颜再做你的朋友。收印时之前，我会将账册交到你们手里。扳倒贾泉以后，带上小生，我们一起回河阳。好，今日我们以茶代酒，干了这杯，等功成之日，我们再大醉3天。一言为定。卖扫帚，卖针线。姑娘看看，来走一走，看一看啊。瞧好啊！好的啊，是吗？您看看，您看看。哎，行，好，给我来这个啊。好嘞，好嘞。下面去。新鲜的水果看一看啊！新鲜的水果。您的茶。
先生，您的头痛病又犯了，把救生衣给我扎进去。这边请。我跟了左京飞几天，发现他生活非常规律，除了帮贾全办事啊，只会去一个固定的茶馆喝茶。他因为患有偏头痛，每隔几日还会去一个叫宁氏居的医馆针灸。听起来也并无特别之处。难道云长已经离开京城了？还是说石落院一事之后，他们不敢相见？得想个办法引蛇出洞才行。我方才吃饭的时候，向青姑娘要了云长的画像，又打听到他的喜好，他喜欢吃南郡的蜜饯，但这个东西呢，在京城十分罕见。不如我们找一些来，在他必经之处售卖。来，蓑衣，上好，蓑衣啊！来，同学都看一看啊！蜜饯，蜜饯，南郡蜜饯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蜜饯，蜜饯，南郡蜜饯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京城仅此一家，南郡蜜饯，蜜饯，京城仅此一家，看看啊，南郡蜜饯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来看一看，来点蜜饯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全都给我包起来。好嘞，好嘞。给你拿好，谢谢啊，好吃再来啊。又来一管，他又生病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出来了。他手上蜜饯没了。去抓药吧。哎，好。大夫，大夫，我家娘子好像感染了风寒，一直咳嗽不停。对，大夫您看，那个劳烦给我们看看。请坐。姑娘，你的脉象平和有力，不像是有病啊。大夫，你有所不知，我这个病啊，白日里没什么，一到晚上就咳嗽不止，头痛欲裂，根本睡不着觉。姑娘，你莫急，我再给你好好把把脉。大夫，麻烦您再仔细看看。嗯。云长，得罪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帮我？云长姑娘，我叫杨采薇，是已故廷尉杨继安之女。你当年揭发贾全那封告密信，收信人就是我爹。你们认错人了，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认错人的是我。阿姐，原来你真的还活着，我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说话呀！
我也是迫不得已。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只是想活命。主人已经知道你们在河阳下了密杀令，现在要保住你的话，只有一个办法：杀了跟你一起逃出的那3个人，然后找一个身材跟你相似的女子，李代逃将，这样才能瞒过主人。不行不行，他们……云长，你要是想活，就必须这么干，否则是瞒不过主人的。不要杀我，大人！不要杀我！不要饶命啊，大人！不要，大人饶命啊，大人！对不起，大人饶命啊，大人！所以，你看着他们惨死在你面前，袖手旁观，不管不顾。所以，你为了活命，连我都利用了，骗了我这么多年。这是你当年送给我的耙子，我一直贴身珍藏。每看到它一次，我都会为你伤心一次，我都会更痛恨自己一次。我恨自己疏忽，将你推入魔爪。我恨自己无能，未能护你周全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着为你报仇，可是没想到你原本就是那个帮凶。阿姐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一句你没有办法，就断送了3个姐妹的性命。自私绝情到这种地步，云长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云长吗？云姑娘，我知道你心中有万般无奈。当年我爹收到那封告密信，赶到望月桥，一心只想挖出朝中奸臣，却没想到中道而废，含冤而终。如今都重新来过，你可愿助我完成当年未竟之约？恐怕要不了多久，左京妃就会知道云长不见了的消息，所以这几日要格外小心。寿宴仪式开始之前，绝不能有任何差池。可是我刚才见他眉间上有游移之色，我担心。杨姑娘，你们不必担心，他既然已答应了，我定会寸步不离地守着他。年轻人，你还是太心急了。
你忍辱负重，隐藏这么久，就为了他？啊？可惜呀，找到了又如何呢？近在咫尺，却送不出去呀。装活的。是。我原以为你比你爹聪明，没想到你比他还蠢。你不明白吧？你永远都不会明白，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为毫不相干的人去死。因为在你的世界里，只有欺骗、危险和利用。你自以为自己赫赫扬扬、万人之上，你不过就是江族的一条狗，一条狗也配跟我爹称兄道弟，还妄充当兄长。真是笑话！好，很好。既然你想做英雄，那我就让你做到底。家犬，你不过就是一条糟糕。继续。晕了，还活着呢。无妨，我有的是时间跟他慢慢玩。大人，外面有个药童来送信，说有急事找左大人。啊，主人，我最近头风病犯得厉害，可能是药房找到了治我病的药。阿姐，阿姐，不管你怎么怨我、怪我，都是我罪有应得。你曾经待我如亲姐妹，不管我犯了什么错，你都会原谅我。如今，却连一句话都不肯跟我说了吗？过去这9年，我曾无数次的幻想，如果你还活着，那该有多好。如果你还活着，
我们姐妹可以一起跳舞、谈心。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说，可如今看着你，我只觉得陌生。这些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愧疚和自责。我无数次梦到姐妹们的挣扎和哭喊，可我能怎么做？就算当初我不答应左京飞的提议，也不过是多我一具尸体，我救不了他们。我也想过把一切都告诉你，可那样只会将你也一同拖入泥潭，所以，我只能骗你，哪怕你怨我、恨我。阿姐，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也只能对不起你到底了。无缘无故人怎么就不见了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昨天晚上送饭的时候人就不见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潘越他们发现我的身份了，我们得赶紧离开京城。此事若是被贾太尉知道，你我难逃一死啊！夫君，别犹豫了。你说你这是何必呢？弄成这副模样，卓大哥九泉之下也不会心安呢。是我不想，没能为我爹报仇。你爹只希望你好好活着。当初我只是个一穷二白的书生，是你爹慧眼识珠选中了我，才让我有了今天的一切。我实在不忍看他的独子落此下场。少主，你把潘越等人交代出来，我帮你去向大哥求情。我爹为家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还不是说抛弃就抛弃，更何况是我。其实你的心里面也很清楚吧？就算我全盘托出，他也依旧会杀了我。叔父，看在你与我爹八拜之交的份上，能不能再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？来人！大人，有个吩咐。怎么是你？左京飞呢？今日午后就会见他。派人去查他常去的医馆，受封之前不能出差错。是。
大人，卓兰家熬不住了，愿意开口。好啊。怎么样，贤侄，想通了？我爹就我一个儿子，我还不能死。这就对了，能屈能伸，才是干大事的人。既然想通了，那就说吧。潘越就在刑场离你很近的地方。他在哪儿？潘越就在哪儿？要你命的路上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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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潘大人，潘大人不好了！姐姐，潘大人，潘大人，你看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左金飞，主人察觉你不太对劲，但没有想到，你竟敢私藏主人要杀的女人，背叛主人，你知道什么下场？阿泽，跟上！撤！主人英明，我已将左京飞料理干净。潘越啊，潘越，接下来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斗？周大人，王大人，别来无恙啊！好久不见了，孙大人，孙大人，孙大人，请。太尉，身披甲胄，更显雄风，这以后要对我们多多提携呀！是啊，太尉，多多提携。太尉，哎不，现在该叫您大司马了吧？恭喜大司马！同喜。刘郭老，
国老大驾光临，实乃贾某荣幸。皇后靠太尉护佑江山社稷，使世家不再有离旷之思，千岁不再有患难之苦啊！贾全自当披肝沥胆，不遗余力。这不是潘大人吗？他这是……哎呀，潘大人官升宿家呀，只不过可惜了，生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，被停职查办了。我呀，看他可怜，让他在皇后面前露露脸，表表忠心嘛。我知道你心中还想着晶儿，但是今日是你夫君的大日子，我特意过来陪你，你也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是。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阿江怎么还不来？你是白晓生？是我。他让我来找白晓生。告诉他，不死，我小孩到苍井，最好朋友身边。进方。老臣奉皇命传旨，贾全听诏。太尉贾全，道德充肃，私心清远，左右王室，
10数余载，仍合故国之众，筹谋论道之任，为扬我国威，将朕之仁义宣之四海。自任贾全为大司马，授虎符兵权，统领3军。接诏。谢皇上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传金印紫绶，挺虎符。接符，兵符甚盛。郡主临危，谁敢无礼？杀人逃犯，竟敢持械闯府，给我拿下！王后，郡主之死另有隐情，真凶与敌国奸细有关，望皇后允我陈辩。莫让郡主死不瞑目。敌国奸细，皇后，此2人是为了脱罪，故意混淆视听。今日乃是大司马的晋封大典，切不可因为2个人的胡搅蛮缠而耽误了吉时。臣建议将2人打入大牢，押后再审。皇后娘娘。爹，皇后娘娘，晋封大典固然重要，但事关敌国的奸细，非同小可呀，娘娘。臣愿意赌上微臣的身家性命，求娘娘再给他一次解释的机会。上前说话。谢娘娘。杨才伟，杀人在前，逃狱在后，人赃并获，铁证如山。你们还有什么说辞？郡主是为了揪出朝中奸细，才不惜自毁清誉，与我假装联姻，最终才被逼自杀。而奸细正是以此设局，陷害杨采薇，阻止我们调查。这根本不是一桩情杀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。不可能！我了解静儿，没有人能逼她做不愿做的事情。且不说她与你的婚约是真是假，到底什么人能逼得她自杀？奸细正是用夫人你的性命相逼，才逼得郡主不得不就范。你说的人是谁？栖霞岭阴枕边人，这是郡主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逼他自杀的人，还有当年在洛溪杀死刘将军抗力之人，就是贾夫人的枕边人太尉贾全。他的真实身份是江族奸细。这怎么一派胡言？10年前，我爹收到一封告密信，指控朝中有敌国奸细。我爹因调查此事，惨遭杀害。过去10年，我在河阳隐姓埋名生活。当潘越找我完婚，敌国奸细又派人刺杀，却阴差阳错杀死了冒充我身份的上官芷。我跟潘越调查发现，敌国奸细扶植势力，在河阳走私青盐，将私盐走私到西北，低价抛售，导致西北外军无饷可发，引发哗变，并最终栽赃陷害给卢将军。而这一切的最终受益者，就是贾全。他趁机夺取兵权，为江族进犯，
大开方便之门。好一副伶牙俐齿啊，好一个义正言辞。潘越，你不过是在郡主那儿听说了栖霞岭3个字，居然就编造出一个这么离谱的故事。我知道，你对这个杨家孤女啊旧情难忘，为了替她脱罪，那是煞费苦心。但我就不明白了，在河阳县城，你有花县令的美名啊，为何为了一个妖女如此的是非不分呢？皇后，此2人无凭无据，公然污蔑朝中重臣，按律当诛，礼记不可废，朝纲不可乱，请皇后下旨立即处斩。孙大人怎知我无凭无据？莫不是真的以为证据都被你们给毁了吧？皇后，请允我传唤人证。宣。民女参见皇后。我叫云长，是石罗院的一名歌妓，也是当年给杨大人写告密信的人。10年前，我第一次见到贾泉。你们怎么偷跑回来了？我们捡到了那个狗官与敌国通信的纸书，而且他在河阳也有势力。我们被人发现，害怕被灭口，只能连夜逃出来找阿姐商量对策。我知道贾泉不会放过我们，就写信给杨大人，寄希望他能扳倒贾泉。可没过多久，却听到杨大人被贬官，与流放途中被杀害的消息。我才知道，此人势力之大，只手遮天。我们从此便在河阳隐居下来。可没过多久，贾泉还是发现了我们的下落，派人追杀。我为了自保，伙同贾太尉手下左金妃，模仿河阳轰动一时的天师复活案，害死了其他3名姐妹，并伪造了自己的尸体，这才逃过一劫。民女所言句句属实。这就是当年那封密信。皇后娘娘，臣从未见过这个女子，也从未去过什么石罗院。他们买通了一个青楼女子，伪造一封信，就想把这么大的罪名栽在臣的身上，请皇后娘娘明察。潘越，此信关系重大，但本宫怎么知道这封信不是你们伪造的呢？信可以伪造，但纸书却不能，还要请贾太尉当堂一验。我乃国之重臣，岂能仅凭几条指控就让你这个嫌犯查验羞辱？你将礼记朝纲置于何地啊？究竟是不是无端捏造？只要一验，便可真相大白。太尉，你是不能，还是不敢？太尉，你就将手套摘下来吧。皇后，摘吧。是。这个如何搞？对啊，这不好说，就是这。
前日太尉随圣驾出行，小太子险些被马车冲撞，太尉为救太子，这才被马车压了手指。此举欲盖弥彰，恰好说明贾太尉心中有鬼，请皇后明断。皇后娘娘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潘越定是提前知道了我受伤，所以才编造出了一封我无法自证的纸书。臣入朝为官10余载，不敢说功劳赫赫，但自问尽心尽力，从未有失。臣无法证明臣没有做过的事。如果皇后娘娘或哪位大臣仍有怀疑，臣自今日起自请降为庶民，请皇后娘娘成全。太尉救驾有功，本宫怎会因此疑心于你？快扶太尉起来吧。谢娘娘。潘越，若在无旁的证据，以诬告论处。禀皇后，门外有人求见，说是有关键性证据呈上。记一盏血海明灯，烫一壶浊世苦酒。沿着诗书在春秋，看波澜惊涛不休。道一曲别来无恙，痴一生斩断情由。身负这无量劫炼狱，只为守护温柔。纵有万千权谋，如何墨画情仇？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，灭绝前缘待从头。纵有心也无声，如何知我病故？写月西沉，沉醉不归，归去莫忘来时路。几条玲珑遍生满目。杨姐姐，阿江特意留了遗言，说想回到曾经最好的朋友身边。我想是要传递什么线索给你。他肯定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。摄影仪式之前，我会将账册交到你们手里。搬到贾轩以后，带上小盛，我们一起回河阳。会不会和账册有关？他身上什么都没有。你们说的关键证据，难道就是一个死人吗？皇后娘娘，死人亦能说话，请允许我当堂验尸。简直是闻所未闻。皇后娘娘，潘越、杨采薇二人到目前为止没有拿出任何一个实质性的证据，现在竟然还想用一具来路不明的尸体来亵渎国之大典，简直是用心险恶。是啊，典礼验尸遇错了呀。皇后娘娘，方才潘越和杨采薇所述，实在是骇人听闻。老臣曾与杨继安共事多年，深知他为人刚正，可是却死得不明不白。这一直是老臣的一块心病啊！如今新案未解，旧案重提，老臣恳请皇后娘娘能再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莫要让真正的忠臣含冤地下，有恨难平。郭老，
既然刘国老都这么说了，好，本宫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府中没有义务。这个呢，叫做东南西北四方通顺，我娘教我的，说这么做了以后，出门在外能保平安，这样你以后跟人打架就平平安安，不会出事了。有什么发现？阿江身上的伤都是鞭子和殴打所致，但你看这3处，却像是利器刺伤所致，而且实力均匀。如果是他人刺伤的话，由于疼痛会躲避，不会如此规则。你的意思是，这3处刺伤是阿江自己刺的？对。可他刺伤自己，究竟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上面是玉堂穴，下面是剑里穴，左侧气门穴有伤，可右侧对称的气门穴却没有伤。气门穴是肝经最上的一穴，《黄帝内经》记载：东方青色入通于肝，其类草木。他想告诉我们的，会不会跟这有关？阿江一定是找账册的时候暴露的。东方青木，会不会只收藏账册的地方？很有可能。安岳，查的如何了？启禀皇后，通过验尸，微臣怀疑，走私沁园的账册就在太尉府东边几间房，请于巨臣带人搜查。皇后，娘娘，事关国家大义及多人生死，还是慎重为要。我想，夫君若真是清白，也希望可以当众澄清。高公公在，你随他前去。在这香燃尽之前，他要是再拿不出证据，立斩不赦。糟了，潘越还没有回来。时辰就快要到了。青色，青色，青色，是这间房。
查验各处，并无所得。通通给我拿下，谁都不得求情。方才为了厘清疑点，让太尉受委屈了。皇后娘娘言重了，忠者忠也，至公无私。只要能查明真相，臣受点委屈没有什么。潘越当众造谣，恶意诽谤，是杀是剐，任凭太尉发落。是。潘越，你罔顾皇恩，辜负郡主，犯下弥天大罪，还不知悔改。如今，我只能将你处以极刑，以儆效尤了。你我都知道，该死的人是你。那又如何？成王败寇，现在胜负已分啊！谁输谁赢，还不一定。你说的对，成王败寇，胜负已分。甲醛通敌，证据确凿。甲醛，你罔顾圣恩，还有何话可说？潘越，你确实够聪明，但我就没有后手吗？甲醛，你敢谋反？有什么不敢？夫君，反也是死，不反也是死。有这么多贵人给我陪葬，我不亏。夏太尉，放我走，否则都得死。潘越，公子，多亏潘公子运筹帷幄，找到账册后，就着人去搬救兵。甲醛，你通敌卖国，逼杀郡主，陷害忠良，桩桩件件，万死莫赎。来人，把他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阿姐，对不起。不必了，不用说对不起我。往后余生，你对得起自己就行了。
没墨了，研墨。是你啊！我是来辞行的。今日面圣，我已请旨，继续回河阳做县令。好，你去吧。甲醛的余岛，我一定会查清的。玉儿。爹，保重。对不起啊，骗了你这么久。是侄儿有错在先，你没做错什么，我并不会怪你。其实我今日来是想见上你一面，也想再见侄儿一面。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哥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哥哥，你就答应我嘛。侄儿，上官公子。或许我能看到这个世界上另外一个侄儿活着的样子，对我来说便已心满意足了。阿江，你曾经说过，等扳倒甲醛之后，就要一起回河阳，还是要大醉3天的。老地方的桂花酿，敬我最好的朋友。我没事儿，姐姐。但我想多陪他一会儿。你们先走吧。
还记得我刚来河阳时的情形吗？当然记得。大人亲临河阳，轰动一时。那治国营车的盛况怎么会忘呢？那时候的河阳，还是一个贤良沉默、残暴横行的罪恶之城。连你也差点成为了替罪羊。是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，希望有朝一日，河阳的冤案能够得以昭雪，河阳境内不再有不白之事。只是没有想到，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无论是阿江还是郡主，亦或是你我，甚至在世间之人，往往都是身不由己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坚持心中所想，才算不枉此行。只要有你，便不惧前路，不枉此生。就凭我独享，渴望今生不一场。大人，这是贾全的令牌。怎么回事儿？不会有错吗？属下亲自搜出，不会出错。立刻送到政务房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。